如果这世界上有一种盖房子的工法，它的材料呢可以用得更少，而且它的强度呢可以增强好几倍，你又可以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工作，那你要不要去做呢？肯定做。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的法令跟不上。我会不会讲完这就被告？嗨，欢迎回到超人少年。这一集我们要来讲房子啦。你认为什么是一个好房子呢？贵的嘛，越贵越好啊。那你就落入了这个社会的俗套了。你看你家的房子，一栋钢筋水泥加起来多少钱？现在要卖这么贵？你看一双鞋子，成本才多少钱？加个勾勾之后就要卖这么贵？当然，我们要扣掉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土地收回来的价值不太一样嘛。但是房子呢，它不会就是地基挖了之后，钢筋水泥盖条之后，顶多再给你个化粪池，然后再给你上面一个水塔。里面呢的结构装潢做完了之后呢，就剩下是你的室内装潢啦，你的厕所、你的卫浴、你的厨房，其实它都是能够计算的装潢。但是房子很难算哦，扣掉这些室内装潢的东西，其实就是钢筋水泥空起来。那这个钢筋加水泥到底为什么会那么贵嘞？工钱贵啊。如果现在全台湾10个人9个人都工人，然后大家都会盖房子，那房子绝对便宜。我家的房子是我阿公盖的，这是我爸盖的，那这是我儿子盖的，工匠世家有没有？想必看我们频道到现在的你，应该从小有经历过921大地震吧？或者是那个时候你在念书，不管是念高中、念大学的你，现在应该也要开始准备要买房子了。其实，在以前921呢，倒塌的房子85%，它都是一个低楼层的房子，基本上没有倒的，它都是4楼以上的房子。因为在以前的传统观念呢，我们都会讲要强梁弱柱，勾栅栏类基础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觉得梁比较重要，因为梁要承载要干嘛？921大地震之后呢，给了大家一个建筑学的震撼，才发现其实应该要强柱弱梁，应该要把更多的成本或更多的更好的工法用在柱子上。而这个柱子的工法呢，当然也是一代一代的经人改进所以到现在我们就会有国家规定柱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盖的房子，在国家规定之下，你柱子要用到什么样的状况下，那才不会有一天万一921大地震又来一次的时候，那我们大家又是哀鸿遍野。而房子有哪几种呢？第一种就是 RC， 就 Reinforced Concrete， 它其实就是加强型的水泥，加强型的孔固力。所以以前你有听过人家讲，你就说你讨妈孔固力。那房子呢，当然还有分成铁皮屋，也有人用货柜屋，还有一种以前用红砖，现在应该比较少用木造了吧？台湾其实比较没有生产像这种大木头，所以其实台湾的木作其实跟欧美国家或西方国家其实比起来，其实反而少的很多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在工地里面你常常都会看到什么钢筋、钢条？你知道那个钢条是来干嘛的？小时候你有没有手断掉过？其实打石膏它不是全部都石膏，医生会把那个纱布有没有一层一层的，然后把你敷在你的手上，然后才会把那个石膏加上去。石膏加水就硬化，硬化之后你是不是就会变得很坚固？怕等个秋骨等都。大家应该看过水泥，水是一包粉加水，你就这样拉，然后来孔在你的手上孔满满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加纱布，你只要轻轻敲一下，它全部脆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结构。不管你是在做石膏，它就有纱布。如果你今天是在做树脂、做玻璃纤维 FRP， 不管是做船还是做雕塑，还是做一些造型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会加玻璃纤维毯。所以呢，盖房子它去固定住这些水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钢筋。它就像它的结构，就像你的骨头一样。如果我身上没有骨头，那它是一层软烂肉一样。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幻想一下，就是房子的结构就是钢筋加水泥，就是骨加肉。所以讲到这边，你可以想象你家柱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灌出来。就像是你在家里面吃冰块，你会把那个水放到那个冰块的盆子里面，看出来的时候就是冰块的那个形状。所以呢，那个冰块它就是一个模具。像我们中部的肉粽，那个大肉粽有，其实是有个肉粽的模具的，它就会把那个水泥灌下去，然后把人加进去，然后灌进去的时候就把它掉到海边去。结构用人做的，盖房子一样，它也是要有一个模具。这个模具呢，就是你常常所听到人家说钉板模。我们之前在拍那个壁毯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讲那个马桶的那个壁毯，旁边有盖到一半嘛，就正在钉板模。为什么要把那个木板然后钉在旁边？其实就是在灌水泥灌进去的时候，它像是个模具一样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打一个三角形，你灌下去，你的房子就变三角形；你如果灌一个正方形，那你灌出来的东西就变正方形。或者是你家如果今天房子想要盖得像章鱼哥的家里面一样，你可以打成摩艾石像的样子。但你如果用成章鱼哥样子，其实你内外模就蛮重要的。这个下一集我们再来拍给大家看。而其实我们在盖每一栋房子的时候呢，它其实也是有重量的。房子本身跟土地之间的关系，它也是有重量的。所以呢，通常我们看到工法呢，就是我们的地面柱子跟我们的天花板其实是会分开分段去做的。而虽然呢，我们台湾有所规范，就是你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做，那你必须要用什么样的规格去制作你的柱子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申论题？我给你一样的材料，不一样的人做出来的强度会是一样的吗？肯定不一样。我盖出来的柱子跟你盖出来的柱子，你觉得谁会比较强固？我说
看你要来台湾市，你要试试看吧。照正常逻辑讲，像我们这种在工业做比较久的人，我们的结构力学可能会比较好。就算我看着说明书，我做出来的切角或者是我做出来的工都会比你还要细致。你不要觉得你很有自信哦，说不定你连柱子立都立不起来了。花钱请人力。我们材料包里面只有脚料没有钱，所以一样的材料，但是做出来的差别在于是什么？人。但台湾很奇怪哦。这些明明很重要的东西，但是我们都不会特别去挑一些人来做，就可能路边就说，你会不会锁啊？你会不会绑？你会不会？好，来做。像是我们埋在地底下，其实有一些重要的瓦斯管啊，或者是输油管啊，很长的时候都是随便找个人来锁的。但是很多真的意外发生的时候，大爆炸的时候，其实都会从那个接口的地方这样炸开来。你觉得在地震的时候，房子为什么会倒？结构做法。结构总会有原因吧？谁是结构里面最重要的关键？不是靠背啊，柱子啊，你去观察所有房子倒掉，它都是因为那从柱子里面突然间软，然后转掉，柱子落软脚虾，棒，然后下去的时候，明明3、4、5、6楼盖得很好，就被那1、2楼软脚虾，然后撑不住，然后全部倒下来这样。所以有时候那个受损可以不用这么严重的。但讲到这里呢，就是所有工地主任的痛啊。我们在捆钢筋的人是不是乱捆？但是呢，是不是又找不到人？频道面前的你们在靠背嘛？你们在靠背说工人怎么样嘛？我们就乱绑怎样？所以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友善的，你对他越不好，他一定又可以乱做。这个工人他有没有好好的捆绑你的钢筋？对你家的柱子、对你家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以后去暗场看到工人，请记得请饮料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了吧？不一样的工法、不一样的技巧所做出来的柱子、做出来的结构，它的强度其实会强好几倍的。鬼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12鬼月。最强的是柱。选举的时候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柱条卡，像我们称为工业中的柱，工业中的千斤顶。这一集要教大家，你家的房子应该可以怎么盖。好的，那我们买房系列的第2集呢，上次拍过了国家地震中心了，今天来到第2集，我们要讲它的结构。而就像我们在棚内跟大家所提到的，柱子的承载力，其实每一个柱子的绑法，它只要结构做法不一样，那你的承载力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像我身后有3根柱子，岩柱、水柱、链柱。你应该就可以看出这3个的破坏性是有差别。这3根呢，都是我们送到那个国家地震中心去做过测试跟实验的。如果你要测试说哪一个房子的盖法地震不容易倒，那很难测嘛。所以在第1集国家地震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跟大家说，我们可以用个数据去压它。那后面这3根柱子呢，它其实都是用26万的力量去给它施压。最后边这看起来最惨嘛。它其实是现今国家规范柱的做法，就是因为从921地震之后，很多的柱子的规范，他们就是有重新修改嘛，就大家不能乱绑啊，然后所以间隔几公分你就要有多粗的钢条，间隔几公分你就要绑住。但是你知道人被压死的关键就在于钢筋外露了之后，到底有没有倒下来？那这个当然不用看了，这已经整个扭转变形了。那你再加上上面的施压重心一偏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容易像以前那个维冠大楼，或者是像以前早期的那些倒塌房子直接绑直接倒掉。那另外这2个，一个是一柄箍的做法，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屹立柱的做法，倾斜式的弹簧支撑。所以你看到它这样施压的状况下，一样的水泥、一样的系数、一样的施力，它的完整度就保持得更好，而且基本上连整个柱子的扭曲变形都完全没有。它里面是不是填的水泥不一样的？不然为什么右边的感觉就很中空，啊中间的就比较实心？来，我们取样哈，一个晒在外面晒比较久了。这个就是因为震到把里面中心的完全就把它挤出来了，因为它已经完全没有结构可言了。但是你看它这个现行的国家规范柱哦，不一定说每个柱子都遇到26万的挤压啦，你也不能去评估说以后的地震到底会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。哦，那如果这样，大家应该要用这个，为什么要用那个？这问题问得好，因为这比较麻烦啊。你看哦，现在我们工地愿意做钢筋水泥的小朋友就少，谁还愿意在这个大太阳底下？像我们今天大太阳底下拍片，辛苦吧？是不是应该加薪？是。但是你看，每天在烈日下面盖房子的那些板模工，是不是就是也是更辛苦？我们现在每天绑钢筋都怎么绑？就到了大太阳下，烈日、强风、豪雨。如果像现在我叫你在大太阳下面去剪片，你是不是会越剪越烦躁？你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嘛。如果今天有一种工法，它可以先让你在室内屋檐下好好的施作，你是不是也会心情比较轻松？预组工法呢，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在场内看。所以那里面的钢筋怎么来的呢？听到这个冰冰凉凉的声音，那我们就一起来进场吧 ，Let's go！ 各位朋友，场内严禁摄影，进入场内请戴安全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带大家看到，就是你所看到的钢筋，它到底是怎么样做成的。
你现在所看到的钢筋呢，其实都是像你所有的金属制作一样，是由熔炉熔制而成的。而它抽出来的呢，不是圆滚滚的圆条，而是一段一段有纹路的钢筋。而这些纹路呢，它可以帮助你在水泥结合的时候造成更多的摩擦力。通常呢，形状都像肋骨状一样，但是也有风心式这种交叉型的，是它们独特的标志。上面写一个 TW 就代表台湾的意思，然后 FH 呢就是风心，而它后面的420W 呢就是它的金属材质。如果今天呢是用正常标准程序所做出来的钢筋呢，上面一定通常会有这样子的符号。这个钢筋来的时候，其实正常来说都会有一个这个牌子，比如说这捆钢筋是从哪边来的，就是丰间钢铁。那 CNH 这个就是国家规范，然后这个 SD42W 这个就是你的材料，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做个钢筋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炉号，因为不同的炉这是那个熔炉之后弄出来的嘛。熔炉之后它的编号是什么？然后这一捆的重量大概多少？然后呢，这边可以看 D13，就是我们讲的4分钢筋。通常到加工厂里面的钢筋呢，它其实长度有分几种不一样的长度，有12米的、16米的跟18米的。而它也会因为你客户的需求呢，或者是你房子所需要的长度呢，去各自的裁断它。通常一般人都想说，钢筋一条一条裁断，拿砂轮机切或者是切断机切，是不是很麻烦？而在这种量产型的工厂呢，他们其实是用抖动的方式，然后帮我们的钢筋一条一条的摊平。最后呢，前后会加一个挡板，让这个瞬间的惯性力量，然后全部冲撞在挡板身上，大家就会齐场啦。之后呢，就依照营造厂或者是客户的需求去裁断它固定要的长度，这样子就可以一次裁断好几条咯。裁断好的钢铁呢，再利用杠杆的方式再把它集中起来，之后你就可以捆绑送货了。而直线式的裁完了之后呢，通常我们在工地里面或者在许多建筑业里面，你都会看到弯曲式的钢筋，然后用线性的方式把它输入到我们的加工机器里面。这时候同时用油压的方式，然后把它弯曲，最后也是用油压的方式把它裁断。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裁出一段一段我们在绑钢筋的时候常用到的小钩钩啦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一次折12米长，或者是要折16米长的时候呢，那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2轴式的机器，同时呢把它折成么字形，这样也不会因为金属张力的影响，可以让你的公差可以更小一点。比较长的折完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折比较短的。刚刚呢，我们看到的是用捆钢的方式去制作的，当然我们用一段一段的钢筋也是能够去折弯的。有的时候呢会用2轴的机器，有的时候也会用到5轴的机器，所以可以长的一次弯2、3条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一次要10条要同时折弯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回到用抖动的方式，然后跟前面的机器一样，用惯性让它全部齐长了之后呢，一次油压，一次往上压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连小姐姐都比你厉害。在我们前面看到的呢，都是把它钢筋剪短。那如果钢筋今天要加长的话怎么办呢？有的时候我们的建筑物要从1楼贯穿到2楼，2楼贯穿到3楼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摩擦焊接。大家有没有听过摩擦焊接呢？原本摩擦焊接我们要另外拍一集的，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提到一下。摩擦焊接的方式呢，就是有点利用车床的技术，让它快速的旋转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在接触面产生大量的能量跟热，然后呢，瞬间让它停止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转接头连接在你的钢筋上。大家要记得盖房子的时候，连接头的等级的时候分很多种的哦。这个时候请千万要注意，买好一点的。在刚刚那场看完了之后呢，你现在是不是知道你的钢筋是怎么样凹成的嘞？那钢筋凹成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兵分2路，一路呢就是送到外面工地的暗场，就是大家在绑钢筋的那个样子。那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放到这里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舒爽的棚架？你们现在想要在外面工作还是在里面工作？我们赶快进去吧。今天蛮热的，今天大概37度多。你如果加上钢筋在那边哈修的时候更热。毅力柱它有一个做法，就是在棚内钢筋把它做完，把柱子做好了之后呢，你再到现场去插。那它有几个好处，你的工期可以减短，因为你知道一根一根在那边立起来，一根一根慢慢绑，跟你一次把20根在里面做完，然后过去里面插，就是大家可以想到那可以2边作业，而同时是不一样的做法。我们刚刚在外面是不是有看到3根柱子，然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弹簧的毅力柱，就是这种新的工法。那这新的工法源自于哪里呢？掐胯不要去打踢海。朋友，因为日本它其实是一个地震比我们更频繁的地方。你知道日本的传说吗？就是用一把武士刀插到海面上，海浪升起的波澜所造就的日本这个国家。我打电动的时候看到的。但是日本的地震其实都比我们还要再更严重。他们从以前的建筑工法跟地震的经验，其实都远远超过于台湾。其实这有一个江湖故事，就是当时那个老板他买这台机器回来的时候，也会觉得放在那边可惜，但是买回来他也不知道想要干嘛。
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就是听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，他们对于这种弹簧键式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避震器、弹簧构造的东西，它对于承载或者对于弹性，跟我们一般传统的那种技法是相差甚远，才想到了这个，可以这么做，然后拿去国家电动送测验，说哇操，它怎么差这么多？那才研发出了这种新的工法。日本的先组工法也有这么做，但他们做法跟日本的先组工法的差别就是两边的专利其实不太一样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吗？工具先买了再讲。每次看到这个，要不要买？买。总有一天你会想到它可以拿来干嘛？我们讲了老半天，到底什么是螺旋箍嘞？我们先看一柄箍，你就会知道那个差别在哪。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像柱中柱的概念。那它做起来的样子呢，就很像是一个正方形的小饼干，有没有？正方形的小格子。那它是怎么样做成的呢？就像这样。我们一柄箍完之后，现在就回到螺旋箍了，有没有看过？它旁边侧面做起来像是一个弹簧一样，像是一个避震器，然后它有收缩的空间。力量呢，它不是要完全去抵抗它，而是力量它是要去把它卸掉的，就像打太极拳一样，找一个地方让它均匀去把它卸掉，而不是抵制它。当你抵制它的时候，你就会出现你的一个弱点，就破坏点。破坏点一破坏的时候，你整个结构体就会瓦解掉。螺旋箍做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主筋上面呢？就长这样子。首先就让大家看一个细节哦。你是很难看到细筋跟主筋可以完全贴在一起，靠这么近的。不相信你回去看你家的柱子，你觉得细筋跟主筋它有没有贴在一起，强度有没有差别？差多了。你讲的哦，不是我讲的哦，有事找他哦。上言论仅代表本人立场。绑钢筋的时候我们会长这样子，以规定来说应该是10公分啦。那通常大家为了好绑，我就把它减短一点，变7公分。它的方式就是我先勾住一端，勾完一端之后，然后我把它扣下去。扣下去之后，你要其他位把它绑一绑，绑完之后呢，把膜盖一盖，然后就把它灌浆灌下去。灌完之后呢，把它藏在里面，你也看不到。像我们以前在工地做的都是这样子，135度，然后跟90度这两个。但是你回去看它这个，它是两个180度的互拉，你会看到它会有很多卸掉力量的地方。它的结构跟我们以前用的一柄箍跟传统柱就不太一样。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一集很重要？如果你用一样材质的材料，一样的材料的数量，如果是因为工法不同，就可以让你的房子才能够安安稳稳的让你住好一辈子，那你要不要选这个？选。但是价钱比较贵哦，猜看差多少？一般的房子啊，我们不要讲大楼好了，你觉得需要几根柱子？6根、8根、12根，看多大了？最基本应该至少6根啦，没有像小叮当一样嘛，4个正方形这样子。捆钢筋的时候工钱你猜怎么算？算天的。不是，算天的，那我就绑越久越好了。大家其实都算重量，绑一吨要多少钱？大家就这样算啊。中南部大概是6000块、6500啊，北部以上我都不知啊。以前的价钱啊，我不知道现在这行情大概怎么样。如果今天我们换成刚刚在外面看到的3根里面最强的那根柱子，你猜要多少钱？我觉得最多1倍。其实差3倍。但是我问你哦，2万块6根柱子才12万，你用一般的做法，我们算6500来算好了，3万9，我算4万块了，可以吧？4万块跟12万。你的房价你会觉得有差吗？还不到10万，差8万而已。现在房子动不动一个1、2千万，2012万跟2004万，一个26万东西压下来会倒掉，一个26万压下来不会倒掉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当然是保命的那一个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一集？这个工法之外还有很多种工法，但是如果今天因为工法的改变，你可以在这个阴凉的状态下工作。你看这边凉凉的地方，在那边焊接，你不用晒在那个工地那边晒太阳那边绑。对工程人也好，对你真的最后买到房子的人，他也真的还蛮不错的。我猜大家以前盖房子应该从来没有去工地验收过，对不对？那你买预售屋的时候，你有去房子验收过吗？你都是盖完了之后才去嘛？你会在工地的时候去吗？其实不太会去。所以以此为例你看它这个前面是用螺旋箍筋的方式，到这边有一个空隙，然后这边是一柄箍，请问为什么呢？我给他一点阿手比，不是阿手比，因为我们是预组嘛，做完之后现场一定要把它插进去。我们上下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你还可以把你的梁啊，把你的其他的结构啊，然后把它插到这个里面。他们目前最长它可以做到16米，大概如果你房子1层楼，我们大概是算3.4米的话，你也可以1楼到3楼直接一支上去这样子。我们在棚内有讲，都是1楼倒塌。
整个软脚下去，要是真的很想省钱，1、2楼的结构用螺旋箍筋，就用毅力柱的方式做，上面的你再用一柄箍，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把它接上去，也是可以的。因为主要受力还是在下面嘛。在我们拍摄的这段期间呢，其实有一个很大型的公共工程，它也是用这样子的做法去做的。这支影片我们拍了非常久，你现在可以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是没有按起订阅我们的频道呢？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进暗场吧。嗨，各位，我们在室内里面讲了这么久，我们今天总算来到实战的工地啦。想必看我们这个身后雄伟的柱子，我们会在上面把它拉直。后面吊它的呢是一个250吨的吊车，辅助它的呢是一个45吨的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样的场地吗？请看我身后，台中火车头，这咱台中现在在改变啦。在台中人的希望，我们现在把那个柱子往下拉了。你看，即摆这些条啊已经顶起来了，像咱查某人每一天的透早同款，滴个顶。这个工法就是我们前几个月呢拍摄的一柄箍跟螺旋箍的做法。经国家测试呢，它使用的是 SD420W 的螺旋箍筋，它的韧性比传统箍筋还要高于28%，比一柄箍还要高9%。而它使用的箍筋量呢，其实比传统的做法还要少9%，比一柄箍的做法还要少11%。在室内先组好的毅力柱，把它往下放呢，强度跟它的耐受度，它都已经远远超过于现在我们的国家标准。因为毕竟以后是未来的大台中转运站嘛。总不能够随便来一个地震就把它倒塌下来，而且是许多市民的希望。所以呢，现在有更好的做法，大家是想说建筑物都可以更强韧了，但是建筑成本是不是能够减少呢？没有，因为没有人要做。所以各位年轻人，欢迎你踊跃来加入我们的营造业啊！各位，请看一下我们这个场边这群战斗男子们，就在我们刚刚这个路一卡中间没有 NG 的状态下，他的那根柱子已经立好了，够快吧？摄影师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要怎么做了吗？我们身为一个工业频道。你的保险应该保得蛮高的，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走下去刚刚好。上面也蛮壮观的。不行，我们要如何带大家看到这个真正的工地现场？你看现在同事大家都聪明了，阴阳高照啊！像这种场地，女同事全部都病假。这样很难的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如果有女生来的话，我们待遇会更好一点。其实观光局有没有？我们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安全的工地，然后给大家这样在里面拍照，完美拍照，你不觉得拍起来很好看吗？你看我们在这一集里面，从钢筋它怎么弯曲，然后它怎么样用新的工法，然后去做出新的立柱的方式。所以其实，在欧洲、西班牙，然后或者是巴塞隆纳那边，他们的100年建筑他们的结构体是从来不会破坏的。他们所有的整修都是整修外观。所以我们除了拍影片给大家看一些新的东西之外，我们也很强烈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学习或研究一些新的工法。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一辈子就只能买一栋房子，但是如果你租的房子地震震一震，然后就倒掉了，那你不是更完蛋？就是整个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可能我们拍这类的频道有点逆风啦，就是买房子或者是在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有看地段，然后不是看说这是什么建设公司，他送了你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卫浴设备，他送了你什么家电。其实结构是一个大家很少去重视，而且也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。除了盖房子很重要之外，当然环境的整个节能减碳也很重要。然后这类的工法呢，它其实也有荣获 L7BA 的认证，这个可能要讲起来会讲很长，所以我们就用简单给大家看啊。哎，科长一来就喝饮料，科长好，科长辛苦了。今天就会结束了。今天结束了。对。哇，你在室内看起来跟室外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差别。所以是这样是包还是扁？没有，是包啊，就是有些人就是在外面就是很落魄的样子，你看起来还蛮轻松的。没有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们来做工哦，真的是在太阳底下工作，真的都很累。他也是我少见看到就是讲话很温柔，然后工作起来超专业的一个大哥。谢谢。哎，不要这么说。谢谢。啊，说到这里，我们的饮料在哪里？我们科长很客气了。陪伴我们这个蛮长的一段时间了。我觉得如果是10几岁年轻的人能够跟到他像他这样子的人，应该会感觉很不错。以前的人大家都会觉得这港澳那种是那种很抽残啊，就是很那种接地气的槟榔啊什么。你看他完全没有，他就是讲话很客气，很有学术涵养，什么结构、什么载体，然后什么重量，他都可以跟你讲得很清楚。我觉得跟这种人你跟个5年，你出来绝对是厉害的，这样他们老板会不高兴。但是因为有好的老板，他跟到好的老板，所以才会能够现在做现那么好。我们还讲话拍到第2 part 而已，他们一根柱子就下来了。所以你看到，如果你看能够在室内先把这些柱子都做好，你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很多？然后钱一样赚，这样是不是大家都开心？你也可以比较少中暑的机会。
才不会每次我们出来外景的时候女生都不来。就请假。请假啊，要请假，你们要请假啊。好，这里就是《超生少年》的房屋第2集，就是结构。那这集讲完之后，我们下一集应该可以讲什么呢？要灌水泥了吗？灌水泥其实我不太敢讲，灌水泥的水很深，我怕我讲完灌水泥，我就真的被灌水泥了。好了，这是这礼拜超生少年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类频道，或者想要支持我们拍这类工业影片的话，都可以在按下方加入我们的会员，然后每个月可以省一杯饮料钱，你就可以支持我们拍出更好的工业影片哦。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帅气的工地，或者是你也想要跟他们一起做异地住的话，就是欢迎可以去打电话问他们加入工班、加入营造，长大赚大钱。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嚯，我爸爸现在住的那个老房子。盖到一半，工人跑掉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乱盖啊，然后盖到一半，我阿公还跟他打架，然后打完之后他卷款跑掉，又找了一个新的工班，然后重新接手，又重新做，很可怜，很惨。我这个靠近中午的时间，你看我们上面的勇士们，我们用250吨的吊车，把我们很重要的战斗物资吊下来了。哇，是饮料哎，饮料跟柱子一样重要。这个饮料如果没掉下来，这个柱子力不好。6根柱子乘以我们算6000块就好了。好，那6万块。哦，3万6，看。累了，刚刚晒太久了。你看我们在外面晒那么久，绑钢筋的师傅也晒到晕掉了，他怎么会好好绑呢？